有时候只需要我一通电话，你的所有的努力都会归零。所以，如果你还死抓着沈侯不放，不跟他分手，他爸爸就会把沈侯赶出我们的公司。到那时候会怎么样？两个行为不端的人，双双被大学开除，又被公司开除。你想还有哪家公司会雇你们呢？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哈哈，你可以想象，你们两个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激情，也会在柴米油盐面前支离破碎。结果只有一个，2个字：分手。你不用这副表情看着我，你心里一定想，我怎么这么残忍？可我讲的全是事实。我再告诉你一点，沈侯他可以荒废10年的时间，10年以后呢，他回来依然是深思集团的继承人。可你呢？如果浪费了10年的光阴，回头你是什么？你想过？我这个母亲狠得下心来，我情愿她浪费10年的光阴，也不希望你浪费她一辈子的时光，你懂吗？所以，如果你选择跟沈侯分手，离开上海，我那天答应你的条件全都在，我们可以找律师，公证，而且我还加上你出国所有的费用，我全包了。我再加上一点，我会找专人在这边照顾好你母亲的，让你在国外生活无忧，后顾无虑。觉得怎么样？你点头是表示？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一个选择能这么值钱。你要是真爱我儿子，我就劝你选择放手。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是吗？小爱才会死拉着对方不放，只有大爱要放手。你点头是，我们成交了？我的意思是，我不仅不会离开上海，我也不会和他分手，我还要好好的和他在一起。你真是让我见证了家教的厉害。阿姨，啊不，侯总，我一直以为您是一心为了我和沈侯的幸福着想，原来我错了。您只是基于您的偏见，一心想要拆散我俩。可是如果您的理由真的站得住脚的话，您何必以这种方式来威胁我呢？还有，如果沈侯知道您一直来找我，想要控制他的人生，您觉得他会怎么想？你觉得我们坐这儿，我是在威胁你？哈！至于沈侯，他是我儿子，我相信他理解一个母亲的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好。小乔。沈侯回来啦！听说你表现得很好，恭喜啊！
刘叔，严小晨呢？他怎么从公司仓库搬出去了？他今天上班了吗？严小晨上周就辞职了，你不知道吗？啊？为什么呀？这小姑娘不说，我也不好问啊。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刘叔。哎，猴子，魏晨，你知道严小晨在哪儿吗？小陈，我今天还看见他跟魏彤在一块儿。在哪儿啊？学校呗，还能在哪儿？怎么了？小陈不见了，东西也从家里搬出去了，到现在也联系不上。那你打电话问问魏彤啊。他电话关机。那咋？那你再想想，他跟谁还能有联系，对吧？你别着急，这最多也就算失踪6、7个小时，你说你记着吗？行了，先不跟你说了。喂，魏晨主任，你好。哪位呢？我沈恒。怎么了？你知道严小晨在哪儿吗？他不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出差了，今天刚回来。他不见了，东西也从家搬走了。公司呢？我也打过电话了，公司说他上周就辞职了，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啊？就今天下午，我从飞机上下来之后，我没跟他说我回上海了。我本来想，你最近跟他有联系吗？你知道你知道他可能会去哪儿吗？他上次跟我联系，还是为了要招待你们公司的客户，询问了我一下意见。这都快半个月了，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他去哪。好的，谢谢，我知道了。老李，我现在出门一趟，开车过来接我一下。哎，你傻坐这儿干嘛呢？找魏彤啊！我怕你阿姨，你自己问。你出去你就。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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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下门，开下门。这谁呀？这是敲什么呀？看不见锁门了。阿姨，我找一下魏彤。怎么又找魏彤？你是？阿姨，拜托了，我找魏彤真有事儿，10万火急。全都10万火急，我还10万火急呢。求求你了，阿姨，我今天必须见到魏彤。等着吧。谢谢阿姨。
沈红，你大晚上干什么呀？魏彤，你一边儿去先。魏彤，杨晨在哪？你是严小晨男朋友，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魏彤，你一定知道杨晓晨在哪儿。还有，他为什么搬出去了？魏彤，我求求你了，告诉我吧。魏彤，你看猴子可怜兮兮的，你就告诉他，大不了我请你吃饭，20顿那种。魏彤，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他，对吗？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呢？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他住新城家园，今天刚搬过去，你还不快点去啊？谢了。啊，对了，程志远是不是来过？谁啊？不认识。那个吃饭说好了啊。哎，收，20顿那种啊，变态辣那种。不好意思啊，我最近不吃辣。不是，你怎么能不吃辣呢？魏彤，你别走，做完啦。嗯。哎，你也别吃了，走了，拜拜。猴子，怎么样？没我面子，魏彤能告诉你杨晓晨住哪儿？你等会儿我。哎。他怎么住这么个地方？找谁？杨晓晨。又找他？什么意思？哎，你干嘛？他出去了。刚才是个穿西装的帅哥，现在又来2个。今天才刚搬进来，客人就这么多。真不知道是干哪一行的。你说什么？怎么说不行啊？不是，哎，沈红，你想干嘛？你想打我是吗？没有，开玩笑。你打呀！正好我跟房东告状，叫他赶紧搬出去。没有，你休息，误会。这么多人找他，就是，哎呦，看不出来还挺厉害。别停啊！对啊。好酒量啊！哇，可以啊！继续呀！哎，还有一半呢！哎，快，别愣着呀！对，给点掌声啊！倩，我们去帮一下吧。闭着眼睛一口就闷掉了。喝完了啊！厉害！哎，果然好酒量啊！厉害！你说豪杰，酒量不错呀！再来一瓶！我们这儿还有一瓶，看不出来呀，这还有一瓶呢。啊，来喝酒啊！来吧。别喝了。这谁呀？不认识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位小姐不小心撞了我一下，把这2位先生的酒给撞碎了。他们说，只要这位小姐能把这2瓶酒喝完，就不用他赔了。你等等，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别喝了，听我的。我把这酒喝完，我就不用赔钱了。这酒多少钱？3600。哎，你别管了。多的不用找了。不是，放下。走，慢点。让开。
老李，开稳一点。好的，程总。你好，你好。我们酒吧见过。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扰你休息。杨有辰有没有找过你啊？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您很着急吗？我一直打他电话，他不接。哦，他没事儿，我们俩下午刚分开，他可能没听到吧。我听说他把深思的工作辞掉了，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老板变成了婆婆，不就自然出问题了吗？不过这个事儿我好像也不太方便跟你多说吧。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啊？小小，你慢点儿。程总，后面那辆车好像是在叫我们。老李啊，靠边停。开门，程总，怎么办？开门，开门，开门。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她是他女朋友，听见了吗？我干什么？跟你说话呢。陈志，你要带他去哪儿？跟你没关系啊。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现在不想回你那儿，你要带他去哪儿？跟你没关系。程志，不想回。告诉你，她是我女朋友，我爱带她去哪儿去哪儿，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啊。申豪，不要再像刚才那么冲动了。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也应该在乎严小晨的生命吧？跟你有关系吗？起开！咱们走吧。给我包，给我。慢点，慢点。坐好了啊。程总，哎，我算是见识了，你沈大少爷也有今天啊！你好好照顾他吧，我先走了。哎，你回头看下你那车，如果有磨损的话，我赔你。拉倒吧你！我怎么也得支持一下兄弟的情深几许啊！哎，你今儿把车一横，帅！我也想在那谁面前帅一把呀。嫂子今天可惜了，没看见。你说魏彤那句话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不会是你妈知道了吧？演什么豪门狗血剧，不让你俩在一起。当我没说啊，我先走了，你好好照顾他。叫你喝那么多酒。其实
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他，对吗？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呢？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事儿？我知道你们反对，你们当然可以反对，我也可以当然不听啊。妈，我喜欢燕小晨，我就是喜欢她，不管你们赞不赞同，我一定会娶她的。你们要知道，法律可没有规定娶她必须得经过你们的同意。我来跟他说，沈侯啊，你一大早打来电话，就是想气死我们呀！你妈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吗？赶紧给你妈道歉。那你们先跟小小道歉。哎呦，干嘛呀？行了，难不难受？宿醉一定特别难受，下次别再这么喝酒了。你知道我生气不好哄的，啊？知道了。我昨天下午到的上海，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却给我一个惊吓。辞职、搬家都是大事儿，我不是反对你这么做，但你至少跟我说一声啊。我只是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我们是男女朋友，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说的？小小，你为什么总是不多依赖我一些呢？好了，别生气了，好不好？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一直以为我们关系牢不可分，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我们之间的联系竟然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你家在哪，我也没有你妈的联系方式，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的给你打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呢，一直没人接听。你要是永远不接的话，那我就永远找不到你了。小小，你让我担心了，我也知道了，我不能没有你。其实我懂，你是不想让我在你和我妈面前左右为难。我也知道我妈去找过你，我还知道她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你，我不管她赞不赞同，我都不会和你分手。就算你要跟我分手，我也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谁说要分手啊？不分手啊？不分手啊？为什么要分手？好，我答应你，我一定找我妈去谈，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知道吗？每个孩子在大人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因为我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觉得我配不上你，你也不要因为我去和他们吵，这样下去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想，你那么好，事到如今你也不吵不闹，还是这么的清醒理智，清醒的去让步，理智的受委屈。我想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啊？好啦，哎，你猜一猜，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有感觉的？你说。那个时候是刚开学，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那会儿
我家情况不好，我对现状越来越无力招架。原以为我的人生从此以后只剩灰色了，可是，在我看见你的笑容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出现在我生命里笑容最好看的陌生人，但是后来，你居然为了我挺身而出。你要多少水？我都要。谢谢。谢谢曹同学。想想，其实我想过很多次，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你才喜欢上我的。所以你从那以后就记住我了。我其实很早就喜欢你了。我喜欢你笑起来无忧无虑的样子，但是我不喜欢你生气皱眉，像现在这样。你答应我件事好不好？你说。以后不许跟你爸爸妈妈吵架了，好吗？好，我答应你。我爸不用管他，我妈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只要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办法一定会有的。小乔，对不起。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但是我现在必须得靠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这样才能得到你妈妈的认可。我不能一直依赖你。喂，你好。你好，请问您是严小晨女士吗？对，我是。你好，我是专门服务于金融行业的猎头，我叫张杰。之前在网站上看到你的个人简历，我这边有几个比较好的职位，您看您下午1点钟方便过来聊一聊吗？啊，没问题，没问题，您把地址发给我就行。好的，那么之后把地址发给你，请准时到。好嘞，好嘞，下午见。是通知你去面试的吗？对，我得去收拾一下。啊，那你快去洗澡，我去买吃的，吃完咱们一块儿出发。哎，你今天不上班吗？啊，我连着工作了半个月了，江哥说了，放我2天假。那就辛苦你啦。你快去吧。怎么还不进去？没事儿。那你去哪儿啊？不用管我了，我找个咖啡馆待会儿吧。行，反了。快进去吧。好，去吧。慢点啊。你好，请问您是严小晨吗？是我。所以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啊，是的，今天下午安排的是 DH 公司的面试。DH。是陈志远让你找的我吗？是的，程先生向我推荐了您。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安排了3家公司面试，第1家就是 DH， 另外2家根据你的情况仍有存疑，所以我也还在等消息。这样，跟我来吧。这边请。你好。你好。这位是今天来面试的严小晨小姐。跟我来。
越过上级领导直接找的设计师。好，我知道了，谢谢啊。开始吧。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毕业的，对，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所有人都需要资金融通，无论是即期、远期、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你毕业之后没有直接进入金融行业，而是进了服装公司，那就等于你在金融行业是毫无经验。那你觉得你如何能胜任我们公司的工作呢？我的确在工作经验方面会有所欠缺，但我有在 MG 的工作实习经历，我知道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要复杂和丰富得多。但我有责任心，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且我也比较勤奋，在之前的实习工作中也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安排，所以从中获取的工作经验让我受益匪浅。请贵公司放心，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我的工作经验能够让我有信心胜任这份工作。如果有1亿资金，你会投资哪个行业？如果我现在有1亿资金，我会选择投资互联网金融。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Cindy， 你觉得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的成绩全都是 A+，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帮同学替考了。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你先到门口等一下。谢谢。太可惜了，成绩这么优秀，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这是品质污点啊！所以我们就要因为一个错误否定全部吗？面试怎么样？结束了吗？还没有，我在外面等结果。喂，怎么样？还顺利吗？还行吧。那他们问你学位证的事儿了吗？问了。你怎么说的？我实话实说呗。啊，你说了，那岂不是对你很不利？哎，早知道我应该找个更好的理由糊弄过去的。这事儿，他们如果想知道，一查就能查得出来。不管他们要不要我吧，我起码实话实说了，不愧于心啊。你说的也对。哎，这样，反正这家不行的话，还有下一家，我就在门口那咖啡店。你结束了，赶紧过来。好，拜拜。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他会亲自面试你。跟我过来吧。进去吧，祝你好运。请坐。怎么？看你的表情，
好像你都猜到了。我就猜对了一半。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所以，我的简历是你帮我投的？是啊，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就在10分钟前，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还在为考试作弊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吵得不可开交。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诚实。我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你知不知道 DH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或是把一个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来获得回报。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别着急，给你几分钟想清楚，然后再告诉我。我愿意。第一，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第二，坦白来说，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杨小姐，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就这样啊？要不还会哪样？严格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呢？好像也是啊。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公司决定用你，是因为你足够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我同意他的观点，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会加油的。记得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手续。好。哎，你男朋友那边？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我会解决好。你吓死我了！你完事儿了？对呀。面试通过了？对啊。呀！哎呀，你小心点儿。再抱一下，再抱一下，我替你高兴啊！好了，给人擦桌子，快点。但是陈志远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之一，这次面试是他帮忙安排的，但是面试很公平，也很客观。不是什么？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早有预谋。他不过是想帮我。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谁是鸡啊？我。你呀，反正我不同意。哎呀，人家是大老板，我不过就是个新入职的员工，而且我跟他不会有太多的工作上交集的。再说了，现在没有其他比这更好的工作了，难道你会希望我回去打零工吗？好啊，我可以暂时不反对，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只要你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要立刻马上瞬间从这个公司辞职。好。那给你买的咖啡。谢谢。你好，能收一下桌子吗？谢谢。
走吧。进来吧。我导师的助教要去国外做2年的访问生，这房子本来是他买来自己住的，但是刚刚装修好啊，他就收到了通知书。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房子当自己房子一样爱护它。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爱干净的女生，所以我跟他保证，你一定会好好爱护他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他又同意了。谢谢。所以价格才这么合适，还挺好的吧？挺好的。这才像人住的地方。哎呦我的妈！哎，你们几个真行啊，拿我一个人当壮劳力是不是？哎，我自己可以的，但你非要帮忙，那我不得给你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啊！别瞎说。哎，那你不需要我职工了？看活儿。小沈，你肠胃好了吗？我早好了，是吗，麻香？那天纯属意外。那天啊，沈恒英雄救美，你们一个昏睡，一个不在现场，堪比《速度与激情》，你知道吗？啊，沈浩过来配合我，快点。那天那个司机跟没看见我们似的，一下就超我们前面了。沈恒一个急掉头，一脚油门踩到底，直接挡在他前面。大灯一照，沈恒一下车，帅。还帅呢，多危险呀！那次确实我太冲动了，如果真撞的话，那也全完了。不是，你什么时候知道冷静和清醒的？自从有了小小之后。哎呦，算！哎呦，以后别再这么冲动了。知道了。等会儿我帮你洗了。哎，既然大家都这么无聊，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怎么样？沈恒？好啊。哎，好嘞。哎，看啊，这都是白纸。看，小陈，你看，啊，没问题吧？我就这么一下，哎，全是钱。哎呀，有点意思啊。哎，这魔术可难，我告诉你，这也没个几个月功夫。把钱和纸站一块儿挺费时间的吧？你怎么知道的？我这儿看他一清二楚。啊，哎，丢人，这段垮了。话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讲啊，同样是1个月时间，橙子放在那儿只是微微皱皮，而苹果全烂了。这就说明厚脸皮的重要性，对不对？哎，跟雨神，哎，虽说他平时智商不高啊，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一见到魏彤呢，他就智商变成负数了。他也挺有勇气的，追谁不好，偏追魏彤。魏彤可比校花难追多了。没那么夸张吧？别人我不知道啊，就赵雨怀那点小把戏，他可忽悠不住魏彤。哎，我倒是觉得，有个人特别容易被我忽悠。那还不是因为我？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是早就喜欢上我了？我早知道不跟你说了。我吃你苹果了。你一会儿要不要早点回去啊？你不让我待在这儿？不是啊，你不是前2天刚跟你爸妈吵完架吗？你这又连着几天不回家，会不会不太好啊？也对，我也得回去跟他们好好说说。哎，但是千万记住，不能再跟他们吵架了，好不好？哎呀，知道了，我媳妇说的话，我沈红肯定做到。你凭我笑得真烂。我第一次笑。好吧，但是好甜啊。
比我甜吗？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气你的。但是你也不能跟我说一声就去找小小，还让他跟我分手，我能不生气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小小那么好，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他？你们甚至都没有了解过他。你们两个人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哦。你现在说你们彼此深深的相爱，过几年呢？过几年激情退下去之后，你们会为很多细小的事情争吵的呀。到那时候，你还像现在这样爱他吗？你会吗？我会啊。不要急于回答我，啊！我告诉你啊，往往杀死爱情的，不是生老病死，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柴米油盐当中，你会发现你当初多么爱的一个人，跟你的三观完全不一样。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打败你的，永远不是惊涛骇浪，往往就是鞋里的一粒沙子。那你和我爸当初还是不顾两家人反对走到一起了。所以说呀，这都是我过来人的肺腑之言，晓得吧？我不信，妈，我和小小是真爱，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跟他的爱情经得起任何考验。不需要啊，你不需要证明给我啊。如果过若干年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两个对彼此的感情都像今天这样不动摇，但是那我就祝福你。妈，哎，你的意思是答应我吧？那我爸，你爸怎么了？哦，你觉得你爸有什么想法？你不用管他，我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啊。哎，倒是我要问你了，你现在这么笃定，严小晨对这份感情也这么坚定吗？我笃定，他坚定。妈，我再也不气你了。妈，对不起，我再……妈来了，你先休息啊。妈有话跟你说，我先走。你答应他了？咱们儿子的脾气个性，你不晓得。你越阻止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越要坚持。我怕再这样逼下去啊，万一哪天给咱俩上演一出私奔的闹剧。所以安慰安慰他吧啊，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对了，你去替我给小周打个电话，告诉他这几天啊就不用来接我了，我要盯着他，咱们看看万一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发现。你也多盯住他啊！现在去看看干什么？这你的工位心远啊？啊，我叫严小晨，你们好，叫我小晨就好。嗨，小晨。好嘞。嗨，你小心点他。那李辉，姐姐就交给你了。OK， 没问题。小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你不觉得你一来这个办公室，连空气都变甜了吗？你又来你那些电视剧的老稿，
就你我。别误会啊，我们公司就这样。对了，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分析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向乙投资公司和拟投资公司索要资料、整理资料、做会议纪要，然后你要在上司的指导下做一些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可比公司分析、可比交易分析、政策分析。那我有机会接触管理合伙人吗？管理合伙人？怎么可能？这么可以说话？你的级别跟合伙人级别相差太远了。这是你们中间隔着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所以你可能不大有机会能跟合伙人直接打交道。不过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上司是高级副总裁，大魔女 Cindy， 大魔女哦。你说谁是大魔女啊？Cindy 姐，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大美女，是吧？林小晨是吧？啊，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的上司Cindy。辛总好。已经走完了认识男朋友的流程了吧？啊？No bird， no。男性朋友啊，跟我来一下办公室。哎，你进去小心点，所有在 Cindy 手下做事人都会请你第2次面试啊。他会给你设立第2次考核，如果你通过，秦总，2天后我们公司会举行一个工作陈述会，我需要你代表我们部门准备一个 speech， 到时候你要向各部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投资的和参与投资的重要项目的一些分析报告，这些是资料。哦，没有问题吧？你是华大高材生，一个 speech 而已，没问题。有问题记得跟我说。Time's money, hurry up. OK。这里，我跟小邹、小白、小王，你们别下班了啊，跟我出去应酬去。那个，江哥，我今天晚上不大方便，你要不让沈侯跟你一块儿去？你是不是傻？出事你负责呀。我告诉你，侯总已经跟他们下了密令，以后不准稍微跟着我们。赶快收拾东西。我去。哎，江哥，那个，你们是不是去谈童装市场的事情啊？啊，是啊，怎么了？我也去。你别去了，那个，你还有那么多项目要等你负责呢，你踏实待着。不是江哥，你是不是嫌我会拖后腿啊？怎么会呢？你人手够了，用不了这么多人啊。不是，小韩，你是不是女朋友过生日，你得陪她？那我替你去。啊，快去啊！你去吧，你先去吧，你去。谢谢啊，没事，不用谢啊，慢点啊。江哥，我需要准备点什么？你什么也别准备了，你别把自己喝丢就行了。少喝点今天啊。放心吧，江哥。那走啊，走。来，江总，我敬你一杯。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一直不喝酒啊？出来谈生意，哪能不喝酒呢？来，喝一杯。不是江总，小沈啊不太能喝，一喝就吐，到时候吐的满哪都是，你多破坏气氛。这样，江总，江哥，这不是久仰蒋总大名吗？蒋总，我敬您一个，希望这一次能跟咱们公司合作上。我干了。不是小沈，你干什么？这个小伙子有意思啊。好，只要你喝掉桌上所有的酒，我今天就签合同，怎么样？蒋总，您说话算话。那蒋总，我先冒犯了。
好酒量，好酒量。会喝吧？哎呀，怎么讲啊？来，大家鼓鼓掌吧，打个气呗。这得力干将可以啊，酒量不错。金教头，金教头，教头，可以，最后一杯。哎，蒋总，你现在能签合同了吗？借助多方社会关系，既不损害到背景企业的名誉，又可以让广大的投资者放心，这样投资者就会源源不断的涌向平台，平台人气上升后就不缺投资者了。做到以上3点且用心经营，平台将会越做越大。谢谢。最后一个是杨晓晨。大家看一下，我来。大家好，我今不好意思天各位，我们部门的演讲取消。辛总，我就想问我为什么是吗？这份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你不觉得丢人吗？资料收集不够详细，市场分析不够透彻，在我看来，就这份报告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公司的墨水。我跟你说过，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自己完成，你可以告诉我。现在这份东西既不专业又没创意，严小姐，我希望你明白，光会逞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让你进入我们公司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既然最后一份演讲取消了，那么今天的总结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散会吧。别那么急着心疼，路还长着呢。小陈，你说完了？说完了。你中午不会就吃这个吧？啊，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啊？这不是我买的啊。那就是有人送的，可以啊。这样，我哪知道？你吃吗？给你吧。别人送你的我，快点快点，你吃吧，给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其实最近公司这么多项目，你2天之内完不成一份详细完整的分析报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但你被 Cindy 盯上了，你未来可能就没几条好日子。哎，对了，你以后别心动校长，他从国外回来，喜欢别人叫他 Cindy。你不会得罪 Cindy 吧？喂，你好。啊，是我。您是？我曾经给过你名片啊。看来你根本没有储存我的号码。你很大牌啊！我还抱希望说你会给我打电话。
哦，您找我有事吗？是这样，我呢想见你。现在？我现在要上班。我知道，现在是午休时间，没关系，我去你单位找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行，那我把地址发给您吧。再见。谁啊？要你管？谁呀？你说嘛。八卦死了。行了，陈总，怎么表情这么严肃啊？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程志远，小陈的老板，这位是沈侯的妈妈。你好，幸会。您好。你好。刚好我也认识沈侯。哦，呵呵。这么说，您是知道小陈有了新的工作，出于关心过来看看他的吧？就算是吧。您别担心，小陈在我们公司啊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很满意。对了，我最近呀知道了他之前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不过您放心，我们做金融的呀，从来都不会去相信大道小道的消息，我们只会相信真实的客观数据。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如果这个人再敢胡来的话，攻击我们公司的员工，就是诋毁我们公司。公司的律师啊，巴不得能有个机会证明自己100万年薪是物有所值的。看来你们是有工作要谈那我就先告辞了。小陈啊，我跟你谈的事情，你认真考虑一下。再见。再见。坐吧，没事吧？你刚才说的，知道我以前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往公司的邮箱发了一封匿名文件，说你之前在深思的财务单据上弄虚作假，让我们注意你这样的污点员工。你应该问的是谁把你来公司的事情说了出去吧？